嗨，大家好，我是尼克拉斯杨。1月3日，特朗普夜袭3000里，不费一兵一卒，于100万重兵之中生擒伪国总统马杜罗，这在世界战争史上都实属罕见。当时马杜罗周围配有1个旅的军事护卫队，7乘24小时专门保护他的安全，人数预计有2000多人。但是根据五角大楼透露，美军实际进入战场抓捕的特种部队只有200多名。按照电影剧情，美军应该是上演一部1对10的史诗级大战，什么导弹啊、爆炸呀、什么生死离别的之类的，非常惨烈。但是这并没有。为什么2000多人的伪国护卫队没有拼死抵抗？这个就非常诡异了。直到1月10日，美国新闻发言人凯洛琳转发了一则 X 帖子，里面说，一名委内瑞拉总统护卫队的士兵接受记者采访，说那天晚上美军发射了一些东西，之后他们所有人都开始流鼻血，之后还吐血，然后晕倒无法动弹。在之后的各大新闻报道中，美军的这种神秘武器被称为能量武器。这个能量武器就是电影中外星人发射的那种什么等离子激光、超声波等武器。难道美军已经掌握了外星科技了？我深入研究了一下，结果震惊了，发现有很多美国退役军官、承包商都有写书或者是有证词，说美军一直在逆向破解坠毁的外星飞船，而且从中获得了很多外星科技。这些都是不是真的？今天我就给大家破解一下。美国白宫发言人凯洛琳转发的这则推文，来自一名电台主持人 McNatter 在1月10日的发文。帖子中写的是一名美国记者和一位效忠马杜罗的匿名护卫人，他俩的对话一问一答，内容非常诡异。这名马杜罗的护卫回忆说，行动当天一切都非常正常，我们一直在执勤，没有听到任何异常的动静。可突然之间，所有的雷达系统毫无征兆的全部失效了，没有任何预警，突然全黑了。紧接着，我看到大量无人机出现在阵地上空，一架接着一架盘旋着。这时候所有人都愣了。在无人机出现之后，一些直升机抵达了现场，但数量并不多，大概只有8架左右。从直升机上下来的士兵更少，可能只有20个人。但这些美军士兵在技术、装备和行动方式上面都非常先进，我们完全无法与他们抗衡。美军的射击既精准又迅速，好像每分钟都能射出300发子弹。记者就问，那你们自己的武器呢？难道一点作用都没有吗？护卫就说，问题并不是我们的武器，就在某一时刻，美军似乎释放了某种东西，我说不清那是什么，只能形容为一种极其强烈的声波。那一瞬间，我感觉自己的头仿佛从内部炸开，我们所有人都同时开始流鼻血，有的人甚至呕吐出鲜血。之后所有人都瘫倒在地上，完全无法动弹。那20几个人没有任何伤亡，却杀死了我们几百人，我们根本无法与他们的技术、他们的武器抗衡。我发誓，我从未见过这样的东西，那种声波武器，或者不管它到底是什么，在它之后我们连站都站不起来。最后这位护卫警告说，任何与美军作战的人可能根本不知道美国真正的实力。这件事发生之后将会改变很多东西，不仅是委内瑞拉，而是整个拉美。大家看，马杜罗被生擒的当天，的确全球都震惊了这怎么可能发生呢？一晚上就变天了。当时我就在想，这个伪国的护卫队是不是全部都叛变了，就看着他们的大帅直接被套上头套给带走了。但是如果说美军如果是用了能量武器的话，这件事可能就解释得通了。不过这种东西一直都是在科幻小说或者是电影里的故事，不太可能。但是我查阅了一下资料，发现这一切不是空穴来风，可能真的有。美军一直是在研究一些外星科技，而这些科技就是来自于在地球上坠毁的 UFO。 大家一听什么 UFO 外星人什么高科技，可能觉得是假的肯定是阴谋论。但是如果我把接下来的线索给大家串联起来，大家就会发现这一切好像并不是巧合。在今年的1月8日，特朗普宣布将美军的军费提高 50%， 达到 1.5万亿美元。美国的军工企业股票都大涨，在这些军工企业中有一个顶级的玩家，叫做洛克希德马丁。现在全球最先进的战斗机 F-35 就是洛克希德马丁的杰作。大家可能是在近几年才看到新闻上、电视上有 F-35 战斗机的模样，但是实际上它是在2006年就已经开始试飞了。
就是接近20多年前，这个 F-35就已经配备了早期的人工智能，飞行员只要在飞机里面，在非常远的地方探测到敌方，F-35就可以在几秒钟之内计算好威胁等级、最佳武器选择、战术决策。它可以建议你下一步是发射空对空导弹，还是这个空对地导弹，先打天上的还是先打地上的。飞行员只要按一个钮就不用管了， F-35就可以自动执行攻击命令。F-35还可以盲打，就是美国卫星或者是无人机在非常远的地方就给战斗机传送数据，飞行员在几百公里之外还没有看到敌军的时候， AI 就给好建议你可以在什么时候发射导弹。所以现在的战场上，伊朗都看不到 F-35的样子，听不到声音，它的核电站就已经被炸毁了。这个差不多是20多年前洛克希德马丁就已经掌握的 AI 技术的雏形，而我们现在这几年才用上 AI。 大家想一想，就是这个差距20多年。为什么要讲洛克希德马丁？因为这家公司有一个高度机密的研发部门，代号臭鼬工厂。它的研发人数非常少，但是奇怪的就是它可以用非常短的研发周期开发出革命性的隐形战斗机、高速侦察机，比如冷战时期的 U-2 高空侦察机，1964年的3倍音速战略侦察机 SR-71， 海湾战争时期研发出来的世界上第一款完全隐形的 F-117 夜鹰攻击机，剩下的还有 F-22、F-35 等等的，都是臭鼬工厂研发的。这个臭鼬工厂它有14条铁律，其中一条就是采用最小的团队，仅保留核心人员，其他无关者一律不许加入。臭鼬工厂在研发 SR-71 黑鸟时团队只有3个人；研发 F-35 的时候，开始的时候只有1个上校和6个专家，最后拓展到几百个工程师。我说的都是研发和模型阶段，最后生产的时候肯定是需要更多的高技术工人。但是为什么臭鼬工厂在研发的时候就用这么少的人呢？会不会有什么神秘力量、外星科技在帮助他们，让他们研发的这么快？接下来的事情就非常巧合、非常诡异了。臭鼬工厂的前 CEO 和首席工程师叫做 Ben R. Rich， 也被称作隐形之父，就是这个人研发出隐形战斗机的核心技术。Rich 这个人非常奇怪，他总是在公开演讲的时候无意就说出一些有关什么 UFO 外星人的科技，让下面在场的听众都听到云里雾里的不知道 Rich 是在开玩笑还是认真的。在1992年和1993年 Rich 都受邀去美国的 UCLA 校友会进行公开演讲，听众都是200多名各界的工程师。在演讲结束的时候， Rich 就展示出一张飞碟的幻灯片，然后说我们现在拥有了将 ET 送回家的技术。讲到这里台下的听众哄堂大笑，觉得这个人怎么这么幽默。但是听众中有很多聪明人都相互看着对方觉得好像他不是在开玩笑，这个 Rich 是认真的。演讲结束之后，就有25个人冲过去围住 Rich 说，你可以讲一下你刚才说的去其他星球的技术吗？ Rich 就反问道，你认为去其他星球可能吗？有位女士就回答说，是的，也许需要飞行很长的时间几十光年才能去吧。 Rich 就回答说，不，我们的方程式里有一个错误，我们已经找到了原因。这个时候大家就更加疑惑了，不知道他在说什么。之后有个工程师叫做 Jan Harzan， 他一个人就跑过去追问说，瑞士先生，你可以再详细讲一下宇宙飞船的推进器是如何工作的吗？这个瑞奇就说，好吧，我问你一个问题， ESP 超感官知觉是如何工作的？这个 ESP 指的就是透视、心灵传输等等这个非常玄学的超能力，就和佛祖成佛之后瞬间移动、神足通、什么心灵传输、天眼通、天耳通是一个意思。这个 Jan 一下就被问住了，就说，难道时间和空间是相连的吗？瑞奇就说，原理就是这样，然后转头就走了。这个瑞奇是什么意思？他可能是在暗示这个经典物理学认为我们是在时空中移动，这个时空是不变的，但实际上这个时空是可以被能量和质量改变的，就是外星宇宙的虫洞穿越技术，把时空给折叠了，空间跳跃。释迦牟尼曾经就使用这种大脑的冥想技术从地球直接进入33天的忉利天，见到了他的母亲摩耶夫人，还给天人讲法。也许这个外星人通过大脑的精神力也可以让整个飞船在空间中跳跃。也许这就是为什么这个外星人的头需要变得那么大，他需要这个精神力去驱动这个飞船。
还有一个作家叫做 James Goodall， 他是研究飞机军事的专家，他写了一本书叫做《洛克希德马丁臭鼬工厂75年》。他和瑞奇是非常好的朋友，在瑞奇去世之前，他就在病床上给这个 James 打电话。瑞奇在电话中告诉这个 James， 我们在沙漠里拥有的东西比你现在能理解的所有的东西还要先进50年。如果你在星际迷航或者是星球大战里看到的那些东西，我们已经去过那里，做过那些事，或者决定不再值得费力去做。我们现在拥有的会让 George Lucas 嫉妒的。这个詹姆斯就问，你可以多说一点吗？这个瑞士就说不行。在电话中，瑞士提到的沙漠就是指的美国最神秘的51区，而里面的东西是会让星球大战的导演卢卡斯都会嫉妒。瑞士还说过一句话，说我们已经拥有了星际旅行的手段，但这些技术被锁在黑色项目中，除非上帝介入，否则他们永远不会释放出来造福人类。他这个意思可能就是说，有一些外星技术可能只有神的智慧才能理解，人类现在是无法理解也无法破解的，无法造福人类。所以从我刚才讲的这些来看，美国军方和高级军工承包商洛克希德马丁，他们可能真的在秘密破解一些外星技术。现在也有一些吹哨人出现这个最著名的就是Bob Lazar，他是80年代末美国海军部门的军工承包商工程师。他被带入51区，参加了一个代号叫 S4 的工程项目，主要目的就是通过逆向工程破解51区保存的9架飞碟。当时他进入了一个镶嵌在大山里的一个整个机库，然后被分配研究飞碟的推进系统。Bob Lazar就说，他发现飞碟它不是靠着火箭燃料推进，而是使用一种可以产生引力的重力推进系统。而且他在采访的时候反复说，飞碟的能源使用的是一种人类还没有发现的叫做115号元素，可以产生引力波。他还研究了飞碟内部的空间结构，说这个内外空间不成比例，内部的空间看起来更加大一些。飞碟里面的操作界面非常简单，没有现在人类飞行员那样的驾驶台或者是按钮，好像是用大脑就可以控制飞碟。在鲍勃拉萨爆料51区之后，大家又发现一个诡异的事情，就是鲍勃说他曾经就读于 MIT 和加州理工学院，但这2所学校里没有他上学的任何记录，而且军工企业里也没有任何雇佣他的记录。听起来他是在说谎，但是他的名字又出现美国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的老报纸里，还有内部通讯里。这个实验室就是当年研发原子弹的。这种部分存在部分消失的状态让大家觉得可能是军方为了迫害他，让他闭嘴，所以抹去了他一切的信息。但是百密一疏还是有遗漏的。所以美军的这些事情真的是扑朔迷离。为了深挖这些秘密，我又继续查找，终于发现了一本书，叫做《罗斯威尔之后的那天》。他是一位叫做威廉·伯恩斯的代笔人，根据美国陆军退役中校菲利普·科索的经历写的美军如何破解飞碟秘密的书。菲利普 J. 科索，他是真实存在的一位美国陆军情报官，曾经担任美国国家空间情报中心对外技术部门的副主管。美国的这个情报中心的徽章非常诡异，是地球上一个狮身人面像，然后天上有一个尼比鲁十字星，还有一个宇宙飞船。罗斯威尔之后的那天这本书写的就是1947年美国新墨西哥州罗斯威尔 UFO 坠毁事件之后，科索中校看到的一些诡异的景象。1947年7月1日，罗斯威尔镇外，陆军第509机场的基地雷达发现了一群不明物体。他们说从来没有见过速度如此之快的飞行物，就在陆军的核导弹试验场上这么乱飞。不过不巧的是，7月的罗斯威尔它是夏季，在这种沙漠地区经常因为气温变化太快而突然出现雷暴。这种雷暴是无数个闪电在天上中持续轰炸，就像闪光灯一样咔咔咔的。可能就是因为雷暴的原因，有一个不明飞行物突然就被闪电击中，一下子就坠毁在罗斯威尔。当时美军一看，赶紧去派人去检查。当时士兵和军医赶到的时候，就发现有一个巨大的圆形飞船坠毁在沙漠中，飞碟里还躺着一个像小孩的小灰人在里面挣扎。当时的军医阿努德就说，他看到这个挣扎的小灰人的时候，可以听到他颤抖发出的哭泣的声音。
但是这种声音不是在空气中回响，而是直接在他的脑子里回响。精神感应。这个时候有个哨兵突然大喊：嘿，你停下！他们发现对面的山坡中还有另外一个小灰人在逃跑，于是哨兵就赶紧举起步枪瞄准，啪的一下直接命中这个逃跑的小灰人，把他给打死了。后来美军就把 UFO 和小灰人的尸体全部都收走了，接着发布信息说这是气象气球坠毁，大家不用担心。之后的故事大家可能就没有听说过了。这些所有的碎片还有小灰人的尸体，它被放到了一个叫做兽医大楼的建筑里面。在罗斯威尔事件之后，有一天晚上值班的这个军官他就是科索。科索拿的值班表上面就写了一个地方叫做兽医大楼，上面还标注禁止进入。但是科索他还是好奇心驱使去检查了这个大楼，他发现大楼里面有30个巨大的木箱。当时他也非常神经，不知道为什么就自己把一个箱子打开，然后就差点吐了出来。他发现箱子里面有一个巨大的玻璃容器，里面有蓝色的像凝胶中的溶液，浸泡着一个死去的小孩。但是他用手电筒一照，发现这个根本不是孩子，而是一个灰色皮肤的外星人，手脚特别细长，头像灯泡一样大，大约就是 1.6 米左右。这件事他说他一辈子都忘不了。之后他就到了1961年，科索这个时候就当了对外技术部的副主任，在里面他就获得了一份叫做沃尔特里德陆军医院的解剖报告，里面就写了这些小灰人很可能是为了宇宙旅行定制出来的克隆人。在解剖报告中写道，小灰人的心脏和肺部非常巨大，可以储存更多的血液和氧气，这说明他们的跳动的频率呼吸的频率都非常慢。这种结构表明他们的新陈代谢也是极其缓慢的，就像乌龟一样，对时间非常不敏感。这可能就是为什么他们可以忍受10几年甚至上百年的星际旅行。第二个就是小灰人的骨骼非常细，它是呈纤维状的，比人类密度更高，但是更加有弹性，可以忍受9倍以上的音速。如果在几秒钟达到9倍以上的音速，就是300 G 以上的加速度。现在人类最优秀的飞行员只能承受9个 G 的加速度。这些小灰人没有像人类的消化系统，它的循环系统和淋巴系统是2合一的，可以直接通过皮肤吸收营养和排泄代谢物。这个意思就是以前有人说过什么蜥蜴人非常臭，可能就是因为有这个蜥蜴人 DNA 的这些小灰人，他们排泄物就是通过皮肤排泄造成的这些尿液或怎么样的都非常臭。科索中校之后还发现了其他的档案，说小灰人穿着这个衣服和戴的头盔，很可能是让他们的精神可以直接和飞船连接，尤其是他们的衣服是一种和飞船连接的电路服，可以达到身体就是电路，大脑就是飞船的这么一种境界。所以整个 UFO 里面是没有任何方向盘和操纵杆的，只要外星人用意识这么一想这个飞船就可以跟着他们的意识进行操作。所以科索最后总结就是，这些小灰人可能是更高文明设计出来的，专门来地球执行星际旅行任务、探测地球的这么一种生物人一种高科技的无人机。小灰人的背后到底是什么种族？他们来地球到底要干什么？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之前的影片和会员节目。这些人就是龙族蜥蜴人，伊甸园里的野兽 The Beast。 科索中校在书中就写道，他之后接管了陆军研发部门，专门负责对坠毁的 UFO 进行逆向开发，而且他们设计出了一套流程，把这些 UFO 的高科技洗成美国军工企业的专利。因为军方怕这些外星技术泄露引发世界恐慌，所以他就把一些 UFO 的零件材料碎片标记上外国技术，说这是从苏联取得的秘密情报，然后使用了一种叫做植入和喂养的策略，筛选出美国最顶尖的企业和实验室，比如洛克希德马丁、IBM、贝尔实验室、杜邦等等，把这些 UFO 材料植入已经在合作的合同当中，然后就对这些企业说研究课题我们要改一下，大家先看一下军方获得的这些外国技术。之后这些军工承包商就研究，而且军方还鼓励企业可以把这些科技转化成自己公司的专利，让这些承包商有更大的动力去破解这些 UFO 科技。科索中校就说， UFO 里面发现了2英寸的硅片，被送到贝尔实验室之后，计算机就从1946年前的晶体管变成我们现在的芯片。
军方还在飞船里面发现了很多细小透明的玻璃丝状物，交给了西方电器，就成了现代的光纤，这个就成为现代互联网的基础。还有什么夜视技术、激光技术、超韧性纤维，最后这些都成了美国的高科技技术。尤其是飞船表面的复合材料，这个就成为美国军方开发的第一代隐身战斗机技术。科索在档案中还提到很多技术之前说人类无法理解，但是现在已经非常接近了，就是脑机接口和意念控制。马斯克正在开发这个事情。F-35战斗机的头盔虽然不是脑机接口，但是它可以把整个战役的信息全部结合在这个头盔里，已经达到了迄今为止的最高阶段人机一体。现在最厉害的就是飞碟的反重力推进系统，现在还没有研发出来，但是科索推断到2050年之后，人类的科学水平就是可以破解这个技术，到时候人类将进入宇宙时代。以上所有的故事单独拿出来一个讲都是非常的离奇，但是如果我们把它们串起来，大家就会发现怎么好像都是有联系的。我们现在的芯片、AI、激光、互联网，还有这个基因编辑技术 CRISPR， 是不是都是外星人的技术？也说不定。美国国会现在已经揭露说 UFO 都是存在的，说不定某天外星人真的出现的时候，大家也不要惊讶。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此为止了，我们下期再见。